歡迎來到深夜故事屋，我是香菜。我喜歡聽故事，也愛說故事，希望我說的故事你也喜歡。不知道大家有沒有一種情況，很怕會夢到有關電梯的夢。可能有些人夢到在電梯裡會有一種呼吸不過來的感覺，或者是有種背後有人窺視的恐怖感。總之啊，說到電梯，大概很多人都是偏向比較負面的想法吧。今天的故事就是有關於電梯，有一點點小可怕。故事開始咯。電梯。我是個女校高中生，我住在一棟30多年的公寓大樓，這棟大樓最高到12樓，我家住在10樓。爸媽在夜市擺攤，所以平常下課回家以後，家裡就只有我和一隻叫做馬吉的貓。我家原本住在鄉下，爸媽在夜市賣蚵仔煎，想說我考上這間還不錯的高中，為了我方便就學，爸媽就在附近租了個新的夜市攤位。這間房子啊，因為離學校近，又不是新大樓，房價好談，所以我們在半年前暫時搬離原本鄉下的家，搬到這裡。聽爸媽說啊，這棟雖然是電梯大樓，但因為好幾次的地震，造成許多地方有一些損壞。經過評估，好像有海砂屋的跡象。社區的住戶談都更都已經談了好幾年，最近好像終於有共識，或許在我大學畢業前可以預見新大樓的開工，到時候說不定還可以給我一間新房，他們就可以放心回老家了。我是沒有想到那麼遠啦，只覺得很想趕快畢業，就可以離開這棟沒有什麼人情味的大樓。為什麼說沒有什麼人情味呢？因為我很少在社區遇到鄰居，或者說本來快要看到鄰居的時候，他們就會關上門。甚至有一次我要上學時，才走到電梯前不遠，看着電梯開着，裡面有人，我加快速度小跑步，正想開口說等一下的時候，裡面那個人冷冷地看着我，竟然伸手按下按鍵，電梯就在我面前關上。還有一次星期六晚上，我補習回家，看到警察和管理員交頭接耳，不知道在說什麼。管理員看到我，頭還有點要撇過去的樣子，但又不敢做得太明顯。唉，真是笑死。我低着頭繼續滑手機，假裝沒看見他們可笑的動作。等電梯時，還難得的看到大樓清潔人員提着一桶水和拖把往1樓的公廁走去，嘴裡不知道在 murmur 什麼。唉，算了，反正我也沒想要跟這些人有什麼交情，我很快就會搬走了。這天像往常一樣，我補習完回家，大概10點多，走進大樓管理室，整棟樓比平常更安靜。管理員的椅子上沒人，座椅側向旁邊，像是管理員剛走開一樣。這種情況也不是很少見，管理費不多，自然管理員也不會太認真。我往家裡的那部電梯走去，按下往上的按鍵，不知道等了多久，它才慢悠悠的到1樓。電梯門一打開，我卻愣了一下。裡面的燈在閃，像壞掉的樣子。但我真的很累，於是就硬着頭皮走了進去，按下10。電梯慢慢的、卡卡的往上爬，到了4樓時，它停了。我沒按4樓，樓層按鍵也沒亮誒。我等了幾秒，門慢慢打開，外面是一個我陌生的走廊。我不是沒看過4樓的走廊啦，只是以前電梯打開時，走廊至少還有燈，地上也都有散落在門口的鞋子或掛在鞋櫃旁的雨傘等等，甚至還有小孩子騎的小3輪車，隨意的就停在某家的門旁邊。但這次不一樣，4樓的走廊沒有燈，黑到幾乎看不到外面有什麼，更不用說鞋子、鞋櫃那些的。一直到我的眼睛適應了黑暗，我才隱約的看到不遠處有個微弱的影子，分不清是男是女。這時我的心跳猛地漏了一拍，才像醒過來一樣，拼命一直按着關門鍵，因為這個時間點應該沒有人會在4樓要去樓上的吧。但這時門卻不知道怎麼的，很久才有反應。就在電梯的門快關上時，那個身影突然動了，像沒骨頭一樣滑進電梯。我左眼的餘光瞄到，是個女生，而且是穿我學校的制服。她沒看我，也沒說話，只是站在我左後方，微低着頭。我強忍着恐懼，眼睛一直死盯着電梯上的數字。
但餘光卻又忍不住地偷瞄她。這個人有點眼熟誒，好像是一位學姐。新生入學時，她有來我們班上推薦他們的社團漫研社。會對她有印象，是因為學姐就像是從動漫裡走出來的樣子，長直髮、細眉、唇紅齒白，身材高挑，比例完美，而且聲音就像動漫聲優一樣清脆悅耳。本來我還真的因為這位美美的學姐打算加入漫研社，但沒過多久就聽見學姐墜樓了。當時學校還封鎖消息，班導要我們別亂傳，也不希望我們受到影響。聽同學偷偷地說，她是從某個社區的頂樓墜落的。剛開始大家還會私下傳一些八卦，不過後來漸漸的，因為課業越來越重，大家也就沒再提起這件事情了。那學姐是怎麼會出現在這裡？跟之前警察來我們社區有關嗎？學姐有住在我們社區嗎？她到底是人是鬼？我的腦子一團混亂，一堆念頭和問題不斷閃過，無法冷靜下來。也或許我是怕腦子一旦停下來思考，會聽到或看到更可怕的事情發生。電梯繼續往上，但數字開始亂跳，7、16、9、10，完全不照順序。這個時候，學姐突然開口，低聲說了一句：“你是下一個。”她的聲音和我記憶中完全不一樣，陰冷不帶任何感情。我整個人僵住，冷汗直流，喉嚨像是被什麼東西堵住一樣，發不出任何聲音。下一個什麼意思？電梯叮一聲停了，門開了，顯示的是13樓。但我們公寓只有12樓啊！門外是個像醫院的地方，牆是灰白色的，地上濕濕的，有輪子劃過的痕跡，還有消毒水的味道。我瘋了一樣的狂按關門，終於門開始關上了。但就在那瞬間，我看到學姐在電梯門外慢慢的笑了。我們面對面，她的臉色慘白，眼睛直勾勾的看着我，露出一種很複雜的表情，像是期待又夾雜着無奈。關門後，電梯咔的一聲停住，燈全滅。我以為是電梯壞掉了，但下一秒它竟然整個往下掉。我尖叫着跌坐在地上，雙手亂揮，想找哪個地方抓住，電梯卻像失控的機器狂飆，直到砰的一聲巨響，我驚醒了。我跌在床旁邊的地上，全身是汗。馬吉跳到我旁邊蹭我的臉，呼嚕嚕的馬達聲撒嬌着。我鬆了一口氣，原來是夢。我拿起手機，顯示的時間是凌晨3點33分。我準備再上床，結果發現我的腳踝竟然有不知道哪裡來的壓痕，紅紅的一條。這到底是怎麼回事？回想起剛剛夢裡學姐的那句話，你是下一個，這絕對不只是一場夢。後來我開始上網查資料，發現網絡上有傳聞，每年我們學校都有女學生夢見電梯，夢見某位學姐，然後過不久不是失蹤就是意外身故。這好像已經變成我們學校的都市傳說了。據說是更早以前，學校蓋活動中心電梯的時候，因為施工不當，造成工人不慎墜落，數人傷亡。其中一名罹難工人的女兒，當時剛好也在這裡就讀。後來營造公司惡性倒閉，賠償的事情也不了了之。那名罹難工人的女兒因過度傷心，也意外身亡。之後活動中心啟用後，電梯一直時不時的故障，不是有師生莫名的被困在電梯裡，就是沒有人按電梯，它會卻自己啟動。到最後學校索性就把電梯封起來，最後拆除。我入學時就已經沒有看到電梯了，原本電梯的地方現在是一座至聖先師的雕像，經過時倒也沒有什麼特別的感覺。但說也奇怪，自從活動中心的電梯拆了之後，學校附近的老舊社區卻開始有一些奇怪的事情發生，也是跟電梯有關的意外事件。
但大家都好像只是把它當成個案，並沒有將這些意外與學校的電梯事件聯想在一起。就這樣過了10幾年，學校的電梯事件漸漸就變成都市傳說了。但因為我自己做了那個詭異的夢之後，我就不敢自己一個人搭電梯，我開始走樓梯。但我又不好跟同學說那個夢，畢竟在大家看來，這就只是都市傳說，搞不好說出來我還會被當成怪咖。雖然我也不是人緣很好的那種高中生啦，但至少我還有幾個放假會約出來玩的同學，平常聊聊偶像團體、喜歡的歌曲等等。我也不想跟爸媽說，這裡的租金和生活費比鄉下高很多，他們做生意維持家裡開銷就夠忙的了，我不想再增加他們的負擔。那個可怕的夢之後沒多久，又是一個補習的夜晚。我回家後開燈，家裡異常的安靜。平常馬吉聽到我開門的聲音都會過來迎接我，但今晚沒有。我叫了他的名字，把書包隨手放下來，便去他常待的地方查看，都沒看到馬吉的身影。我有點緊張了，怕他跑到外面去，便往客廳陽台去找。後來似乎有聽到微弱的貓叫聲從我房間裡傳來，我衝向房間，結果在窗戶外的鐵窗縫看到馬吉小小的身體被夾在縫裡。我趕緊小心翼翼地將馬吉慢慢地拉回來，但此時的馬吉已經奄奄一息，他靠在我懷裡，呼嚕的聲音變得斷斷續續，眼睛只有睜着一半，看起來好累好累。馬吉，你怎麼了？為什麼會卡在那裡？馬吉，你不要有事好不好？我不知道該怎麼辦，只有一直哭着摸着馬吉的頭和身體，希望他能好起來。但馬吉好像知道自己要離開的樣子，他突然眼睛一亮，對我喵了一聲，然後就再也沒睜開眼睛了。我抱着馬吉哭了好久好久，直到他的體溫漸漸消失，我仍然將頭靠在他的身體，生怕自己再也聞不到他的香味。之後有好長一段時間，我不敢點開有關貓的短影音，也不想去想那天發生的事情，連電梯夢的事情我都一併選擇性的遺忘。隨着時間越過越久，那個夢境就越像是夢了，真實感也隨着時間拉長而變得模糊。爸媽看我變得更陰沉，曾試探性的問我想不想再養個寵物鼠、兔子之類的，我一概拒絕。馬吉不是寵物，它是家人，家人是無法取代的。除了上下學還有補習，我的時間都塞滿了遊戲、音樂，不讓自己有停下來發呆的機會。就這樣過了1年，當這一切似乎開始變得遙遠，有一天中午吃飯時間，聽同學說有位學妹在某社區1樓的電梯口走了，被發現的時候腳踝被電梯門夾住，之後檢查她走的原因是心肌梗塞。之前電梯夢的記憶瞬間像洪水排山倒海而來，嚇得我當場愣住，說不出話來。我知道她一定也夢見了電梯。我以為我逃過了，直到今天我在學校洗手間的鏡子裡看到了一張陌生的臉，她穿着學校的制服，就站在我身後，貼着我，低聲說了一句：上次你被跳過，這次該你嘍。我本能的猛然回頭，空無一人，但我知道那部電梯還在等着下個人。故事結束。老實說啊，我對電梯本身並沒有太多的想法，但因為聽朋友說過坐到電梯的夢時，在夢裡都會有一種害怕的感覺，我才會有這篇故事的靈感。希望大家會喜歡。謝謝大家收看這集的故事。如果喜歡我說的故事，歡迎訂閱、開啟小鈴鐺，並分享給同樣愛聽故事的朋友們。另外，如果有想聽的題材，或是有自己親身的人生故事想分享，歡迎寫信給我。我整理過後會在這裡分享給大家。深夜故事屋，我們下次見。